当雷声再次响起的时候，阿克知道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此时是他被困在无人区的第二天，即将到来的暴雨打乱了阿克的所有计划。阿克现在必须要建造出一个避风避雨的小屋，而且还有保证屋内有火源给他提供温暖。他本来要用1周的时间穿越亚马逊，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他不得不停下脚步。他必须要等雨停之后再出发，而现在搭建出来一个安全屋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而阿克能用的工具只有一把斧头。昨天他只做了一个火坑取暖，而今天他要把火坑建造在屋内，这样就能省去很多的时间。在野外，时间就是生命，要尽可能的用最简单省事的方法去节省件更多的时间，因为这里的夜晚比白天长太多了。如果此刻被困亚马逊的人是你，穿越森林就有丰厚奖励，工具箱和狩猎装备只能带一种，你会选择哪个呢？看似安静的雨林中其实充满危险，这里随时都有可能窜出来野生动物。利用2天的时间建造出一个木屋，不仅能躲雨，而且还能躲避动物的袭击，而且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火堆越大越好。基本上所有的动物都害怕火。此时雨也小了很多，拉克的屋顶也要建造完毕了。这种带有青苔的木板防雨性特别好，如果排列紧密，缝隙和屋顶都不用放太小。在钉屋顶的时候，阿克总是能听到周围有脚步声，不知道是昨天没休息好，还是真的有动物在周围。唯一担心的就是火坑，阿克并没有给小屋做防火措施，也就是这个举动，差点让他出现了意外。在做门的时候，拉克把右侧墙壁的位置留了一个窗口，里面的火太大了，如果不通风，屋内的温度可以达到35度以上。而此时，拉克的庇护所经过2天的搭建，终于快完成了。此时的雷声由远至近，拉克心想，夜里就算下暴风雨，他也不怕了。只要屋内火不熄灭，屋内就能保持住干燥并且温暖。雨虽然停止了，但是夜幕将至。拉克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食物，野外没有太多的调料，肉放在火坑上烤至半熟，放上一些盐，这就是食材最本真的味道。此时天已经黑了，拉克的小屋也完美的建造完毕。今天他终于可以放下戒备，安心的睡一觉。